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诊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进行一场非常特别的知识拆解，大家试着想象一下这个极具戏剧性的场景。时间回到1987年，有一片因为产业没落而废弃的盐田，随后被当作挖掘渔港的废土堆置场。在所有人的眼中，这里就是一块失去经济价值的荒地，对吧？但是大自然却在这里施展了时间的魔法。这一块原本被视为废弃物的土地，竟然在几十年后意外转变成了一座面积高达171公顷、世界级的生态宝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位于台湾南部的茄萣湿地。这座湿地的诞生充满了讽刺与奇迹，而它现在却成为当地居民生存权益与生态保育之间最激烈的冲突引爆点。作为一个实务分析师，我认为这个案例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因为它背后牵涉的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现代都市发展时都会面临的终极拷问。为了让大家彻底理解这个复杂的议题，今天的知识拆解，我们会透过5个核心视角来建立完整的逻辑框架。第一，我们会探讨这个意外的鸟类天堂是如何形成的。第二，我们会分析生态与在地生存之间的残酷拉扯。第三，我们来拆解最核心的1日4号道路争议。第四，我们会看见湿地升级背后的行政两难。最后，我们会试着为地方发展重新定义出新的方向。好，我们马上进入第一个核心板块——意外的鸟类天堂，看看它究竟是如何从废土堆变成生态奇迹的。把时间倒转回1987年，当时政府为了配合新达远洋渔港的新建计划，原本的竹湖盐田正式宣告废晒，结束了它的产业历史。到了90年代，工程团队将开挖港区所产生的大量废土，直接运送到这片废弃的盐田来堆置。从人类的工程发展角度来看，这就是一个处理废弃物的正常程序，没有人期待这里会发生什么改变。但是，自然界有它自己强大的运作逻辑。这些高低起伏的废土，经过雨水长达10几年的长期冲刷与累积，在低洼处慢慢形成了深浅不一的水池。这种高低错落的地形，意外孕育了丰富的芦苇丛与红树林。在生态学上，这种多样化的微型环境，完美满足了各种不同鸟类的栖息与觅食需求。经过30多年的自然演替，大自然硬生生地把人类的废土堆改造成了一个生机安然的栖地。到了2011年，这片土地被正式公告为地方级国家重要湿地。而到了2025年，这里即将面临是否升级为国家级湿地的关键审核。这个发展脉络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那就是有时候人类的不作为反而给了自然界最大的修复空间。重点来了，这片意外形成的湿地，它的生态价值究竟有多高呢？2014年，这片湿地创造了一个无可挑剔的生态奇迹。当时的观测记录确认，高达全球总数 9.5% 的黑面琵鹭选择来到这里度过冬天。我们必须把这个比例放在国际保育的脉络下来检视。在国际鸟盟的严格标准中，只要一个栖息洞能够容纳全球 1% 的特定鸟类族群，这个地方就具备了极高的国际级保育价值。而茄萣湿地一口气达到了 9.5%， 这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代表这里已经不仅仅是台湾的湿地，它更是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上一个绝对无可取代的关键驿站。失去这里，全球的黑面琵鹭族群将会面临非常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2个核心：生态与在地生存的拉扯。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保育背后必须付出的人类代价。过去的茄萣其实曾经是一个以渔业为核心的繁荣聚落，在那个全盛时期，当地拥有超过5万名居民挤在沿海的狭长土地上，家家户户在门口晒乌鱼子的景象，是当地最强烈的生命力展现。但是，随着近海渔业逐渐没落，茄萣的经济引擎熄火了。更残酷的现实是，过去几十年来，原本承诺要进驻的高雄海洋科技大学、大型钢铁业，甚至是近年的风电产业，最终都没有在这里实现。这种一次又一次的落空，让许多当地人觉得茄萣变成了都市发展边缘的孤儿。年轻人为了生存与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能不断外流到邻近的台南或是高雄市区打拼。
时至今日，茄定的总人口已经锐减，甚至跌破了29500人。这个庞大的衰退数字，绝对不仅仅是统计学上的变化，它更是当地居民内心深处对于家乡即将消失的巨大焦虑来源。这种巨大的经济与生存焦虑，直接转化成了对湿地存在的强烈质疑。在地居民感到非常无奈，他们反复询问，超过170公顷的精华土地被划为湿地，导致地方连新建一个给长辈使用的活动中心都找不到地，甚至阻碍了所有招商引资的可能。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吗？其实他们要的真的不多，就是一个让家乡重新繁荣的机会而已。相反的，保育人士与另一派在地青年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他们指出，正是因为这片湿地的存在，每年才能稳定吸引高达10万名赏鸟游客来到茄定造访。他们坚信，湿地维持完整所带来的生态服务与观光潜力，才是真正能够长期嘉惠茄定人的公共利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价值观没有绝对的对错，但他们确确实实在这里发生了最强烈的碰撞。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3个核心，也是整个冲突的实体引爆点，1至4号道路争议。这是一场90秒与核心气体的残酷对决。让我们用实务分析的角度，理性拆解这场道路争议的核心逻辑。支持开路的居民希望能够建立一条宽达30公尺的笔直道路，从北边的举光路直接向南贯穿湿地。他们主张这能让当地人避开车流量大、重车多且车速极快的台17线滨海公路，为居民提供一条安全笔直的通勤捷径。这个诉求从交通安全的角度来看，绝对是合理且必要的。然而，反对者透过精密的科学测量指出了一个关键盲点。如果驾驶人选择行驶现有的市区道路，也就是仁爱路，同样可以安全抵到目的。这条即将贯穿湿地、引发巨大争议的新道路，在时间效率上仅仅只能为驾驶人节省90秒的车程。为了1分半钟的便利，却必须硬生生切断候鸟最核心的栖息与觅食区域。这在公共政策的比例原则上，确实引发了学界和环保界极大的质疑。生态学者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生物学研究来支撑反对开路的立场。首先，过去当地已经开通了一条宽达65公尺的1至1号道路，这条路已经明确造成了周边鸟类栖息数量的锐减，这是一个我们无法否认的历史前车之鉴。更关键的是，黑面琵鹭是非常敏感的野生生物，严谨的观察证实，它们在进行觅食的时候，必须与人类活动保持至少100公尺的安全距离，而在夜间栖息时，这个安全距离更是高达300公尺。大家可以试着想象一下那个空间感，如果一条30公尺宽的道路直接穿越湿地中心，再加上道路两侧必须净空的100到300公尺安全距离，这片湿地实质上能提供给候鸟的可用空间将会遭受毁灭性的压缩。这也是为什么生态界对于这条道路会产生如此激烈的抵抗。事实上，解决地方交通问题并非只有破坏湿地这一个选项。专业人士与环保团体提出了1至6号道路的替代方案。这个方案建议将道路沿着湿地的外围边缘绕行，这样不仅同样能够达到连接南北交通与新达港的实际效果，还能最大程度地避开核心栖息地。但是这个争议由于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延烧到了司法体系。历经多年的行政诉讼与环境影响评估撤销攻防，台湾最高法院最终在2020年驳回了重启环评的上诉，全案定谳。面对巨大的社会分歧与司法判决结果，高雄市政府选择采取冷却策略，暂停了道路的开辟计划，并且宣布一切必须等待2025年湿地评定作业的最终结果出炉再来做决定。整个开发案实质上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冻结期。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交通与生态的僵局，最终把问题推向了法规与行政的层面。所以我们现在进入第4个核心。湿地升级的两难，也就是地方掌控与中央保育的权力博弈。2025年这场审理的核心在于，到底要维持现有的地方级重要湿地，还是要升级为国家级重要湿地？
这两个行政层级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权力结构与地方发展想象。维持地方级代表高雄市政府保有实质的土地控制权与开发弹性，这对地方首长来说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必须回应在地选民的经济需求。事实上，市政府已经提出方案，建议将湿地面积从171公顷缩减到158公顷，借此让争议的道路预定地直接划出湿地范围，为未来的开发保留一线生机。相反地，如果升级为国家级，这片土地的管理权限将直接上缴给中央政府的内政部，实行全国最严格的保育标准。这不仅意味着争议道路绝对无法开通，就连湿地周边的土地开发与利用也将受到极度严格的法规限制。这种权力结构的转变，让期盼经济开发的居民感到非常强烈的剥夺感与恐惧。这种对土地失去控制权的深层恐惧，衍生出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在地论述。部分强烈反对升级的居民坚称，这根本是一片假湿地。他们观察到湿地的东侧区域地势比较高，缺乏天然的海水连通机制，完全依赖雨水积累。他们甚至指控这里的生态完全是靠人工喂食来维持的，根本不具备自然保育的价值。然而，作为客观的分析，我们必须厘清这个论点背后的历史真相。湿地管理团队证实，所谓的人工放养鱼苗，其实是发生在2021年，也就是台湾遭遇100年大旱时的极端情况。当时湿地严重干涸，鱼类大量死亡。为了防止饥饿的野鸟因为觅食困难而入侵周边渔民的私人渔塭，造成更严重的居民冲突，志工团队才采取了紧急的人工复育措施。这并非常态，而是极端气候下维持生态平衡的必要干预手段。在生态学的严谨定义里，只要这片水域能够稳定提供水鸟栖息与利用，它就是具有实质生态价值的湿地，并没有所谓真假的区别。了解了这些冲突之后，我们将视角拉高，来到今天的第5个核心板块，重新定义地方发展，理解生态系服务的真正价值。在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现代城市规划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叫做生态系服务。这指的是自然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所提供的那些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隐形贡献。许多人在评估土地价值时，往往只看见工厂或商业区带来的现金流，抱怨湿地没有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他们完全忽略了这片广大且低洼的茄萣湿地其实是整个大茄萣地区最重要的天然滞洪池。在极端气候、暴雨频发的现代，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默默吸收了庞大的降雨量，保护了周边社区免于淹水的毁灭性灾难。大家想想，如果我们要把这片湿地填平，政府需要花费多少100亿的预算去盖人工抽水站与排水沟？这就是生态系服务的价值。此外，在全球强烈追求近零碳排的趋势下，湿地里的红树林与底栖环境具备极高的二氧化碳吸收能力，成为了无价的天然碳汇。这些都是无法轻易用短期的土地买卖金钱来衡量的巨大长期价值。从区域发展的宏观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进行冷静的产业竞争力分析。茄萣以北是发展蓬勃的台南市，而以南的高雄路竹与桥头地区早就已经布满了成熟的重工业与高科技科学园区。如果茄萣现在才想要回头去发展小型的传统工业区，在缺乏产业聚落效应、交通腹地又受限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相反地，茄萣真正的护城河与无可取代的竞争优势，正是这片世界级的鸟类栖地，以及它背后深厚的100年盐田历史文化。这不仅是发展深度生态观光、吸引高端国际客的绝佳资本，更是现代高压都市人极度渴求的自然疗愈空间。有时候，面对这种难以解答的发展僵局，时间本身就是最好的解方。我们不需要急着把土地变成柏油路。随着整个社会对生态保育观念的持续成熟，也许下一代的茄萣人能够以更高的智慧找到截然不同的永续利用方式。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茄萣湿地从废土堆蜕变为黑面琵鹭的世界级栖息，却也引爆了在地经济焦虑与生态保育的激烈冲突。面对一致4号道路的争议与升级国家级湿地的两难，我们必须跳脱传统工业开发的思维，因为茄萣真正的护城河是无可取代的生态系服务与深度观光潜力。善用大自然给的这份礼物，才是突破地方发展僵局的关键。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